就是有了电动轮椅之后，比较像是一个真实的、有灵魂的一个人类的这种感觉。我叫李君奇，然后我这个病是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但我大概从出生就发病了。我没有走路过，但是我最好的状态下的时候是我可以坐在一般的椅子上，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功能越来越退化。在我19岁的时候，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得了这一个急性的心肝膜炎，然后引发肺部的感染，那所以肺功能整个都退化掉之后，就做了气切，然后又卧床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过了一段比较黑暗、比较负面的生活。现在我在教会主要做的就是青少年的辅导的老师。我4、5年前才开始开电动轮椅，身障者开电动轮椅的起步来说非常的晚。我的社工很鼓励我，那我的呼吸治疗师也非常的鼓励我，他甚至是不惜用打赌的方式去跟我说，你一定是出得了人的。所以在一些连接社会资源的情况下，社工的帮助之下，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困难的部分，那当然还是把它买了下来，就是第一台的手动的电动轮椅。被推其实很无趣的，就是去逛街的要推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你也很不好意思说我想要去看那一摊啊，对，我不想要看耳环，我想要看，对，我想要看公仔，你不太可能，因为你被推的时候，其实推的人也累。有了电动轮椅之后，我常常说比较像一个比较有灵魂的人。这种感觉跟你现在比如说那个好像很有趣啊，看跟人家什么你要去哪里，你是好像就冲过去的了。我的状况是差到说，我坐上去，我的头不会左右倒，只能在那里动不了，那就是一个很完蛋的状态，因为你整个全身都不能动。你到底要怎么开电动轮椅？他跟我说，他觉得我的表达能力还很好，所以他觉得我的嘴部的肌肉反而好像是他整个看起来控制的最好的一块的肌肉，所以他认为可以用这里试试看。可是对我来讲很难想象，怎么就要用嘴唇去控制电动轮椅？那就是开始抓位置，那量尺寸，就是那个适配的过程，那很难想象。但是实际上，他就是做出了这个东西。个性的问题，讨厌放弃也是可以很辛苦，但是很讨厌放弃。是，我前阵子也去看那个5月天的演唱会，然后因为只能买到一杆的票，还买不到升档票。刚才是体育公园的场地，再去做一个联络，有没有无障碍的一个环境，那我到底能不能持一杆的票券去做这个轮椅的座位，然后再联络计程车，然后再一路的去克服很长一段的，人家可以说是无障碍，但是他们认定的无障碍跟我们认定的无障碍是有一些差别的。那当然5月天的演出的品质是很好的，所以也很开心。我喜欢辛苦的完成我想做的事情，我讨厌什么都不做。这个这几年实际看到很多
很令人难过的事情。那信仰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我现在的想法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一个就是一个。目标就是真的不想看到遗憾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我觉得很开心看到孩子成长，我觉得很有趣是让他们看到生命教育的一个故事。一般来说应该很少有机会让一个重度身心障碍者去当他们的辅导老师。那一开始他们大概也会用一种怪怪的眼光或者是怪怪的感觉去看我这个的，但用很长的时间去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跟他们想象的或许没有那么不一样。当然我有很多地方也需要他们的协助跟配合跟迁就，那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最真实的生命教育的一个展现。我以前看过一个以身障者为主题的一个对剧，但我很喜欢一句话，他说他的一生都在找下一件他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手可以开电动轮椅，总有一天我可能开，然后我现在学习去用嘴开，我希望每一个身障者都可以去做自己现在还能做到的事情。然后有一天你个人做了，你也不要想说我本来可以这样的，但是我现在不行了，所以就沮丧掉了。你再去找下一件你还可以做的事情，让自己快乐的、自己想做的，甚至是帮助别人的事情，继续去找，一直去做让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个找跟练习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